上一回，我们对林家财产流入荣国府后的去向进行了探讨，而用于建造大观园与迎接元春省亲是最合乎情理的一种解释。动用林家的财产并不是一件小事，它应该是贾府高层共同讨论后做出的决定。很显然，如果没有贾府最高权威贾母的同意，这样的决定即使做出也无法实行。可是贾母最疼爱的子女是黛玉的母亲贾敏，同时实际上又是黛玉的监护人，她能同意林家的财产刚流入荣国府就被耗费殆尽吗？贾母在贾府是最高长辈，谁也不敢与她的权威抗衡，但她早已不是实际上的管家人。贾府的经济体系是由总管房、账房、银库等管理机构以及一系列的祖宗定下的旧例及各种规章制度在维持运转，常规事项外的杂物由贾琏、王熙凤这对夫妻操办，而重大经济决策如大观园工程的规划与上马，又是由贾珍、贾赦、贾政等主子以及赖大、林之孝等大管家在讨论决定。贾母对许多事已不甚清楚，她对运转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贾府经济体系不能不表示尊重。更重要的是，元妃省亲是整个贾家的大事，涉及家族的最高利益。筹办元春省亲，贾府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匮缺，而此时正好遇上对林家财产的接收，焉有不用之理？贾母虽然疼爱外孙女，但家族利益需优先考虑。如果迎接元春省亲的事办不好，随之而来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老太太是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的，那么动用了林家的财产，今后该如何向黛玉交代？首先，黛玉尚未成人，要有所交代也是好些年后的事，而迎接元春省亲已是燃眉之急，即当从权。林家的财产当然是先用了再说。其次，林黛玉的归宿未定，如果她长大后嫁出去，林如海的遗产问题就必然会提出，迎娶黛玉的夫家也不会放过这件事的。可是，如果林黛玉留在荣国府做媳妇呢？这时，作为黛玉的嫁妆，林如海的遗产就应该成为荣国府财产的一部分。于是，贾府的动用只是提前使用而已。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大。曹雪芹在叙述故事时对此已做了多次暗示。在前80回里，作者通过许多细节描写，使人们看到贾母对黛玉的疼爱，甚至是偏爱，而这种态度又始终如一，一直到第75回时，他还在努力让读者加深贾母将黛玉与宝玉捆绑在一起考虑的印象。他吃饭时就吩咐下人说，这一碗笋和这一盘风烟果子里给皮儿，宝玉2个吃去。贾母对黛玉的疼爱经常是与宝玉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老太太意图的揣摩汇成了当时荣国府内占上风的舆论。曹雪芹几次三番地对此做了描写。第25回里，王熙凤当着李纨、宝钗等人的面拉着宝玉问黛玉，你瞧瞧，人物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王熙凤是荣国府里最会揣摩贾母心思的人，曹雪芹也不会随意的就安排她来与黛玉开这番玩笑的。而在场的李纨、薛宝钗诸人也不会将王熙凤的言语当作纯粹的笑话看待。虽然书中写道，李公才笑向宝钗道，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此语看似在说明王熙凤所言只是开玩笑，可是世故的宝钗真的会将王熙凤的这番话当作诙谐吗？我们应该知道，王熙凤与李纨也都知道关于宝钗有等日后有遇的方可结为婚姻的预言。当然，关于宝玉婚事的议论曾一度显得较复杂。先是第28回里，作者写元妃给贾府诸人端午节的赏赐，他有意让宝玉与宝钗得到的礼物完全一样，是上等宫扇2柄，红麝香珠2串，凤尾螺2端，芙蓉垫1领。而林姑娘同2姑娘、3姑娘、4姑娘只单有扇子同属珠。元春虽然只是过节赏赐，但她精心安排中所包含的意思，谁都看得明白。省亲时，他亲眼看到了林黛玉与薛宝钗，显然对薛宝钗比较主意，于是他端午节赐赠时就有意让宝钗与宝玉相同。对于这次赐赠，宝玉的反应是感到奇怪，这是怎么个缘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吧？林黛玉则是委屈与不高兴，我没这么大福晋寿，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宝钗自然也体会到元妃的意图，但作者写她的反应比较含蓄。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她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元妃的赏赐
记得3个年轻的当事人思绪翻滚，贾府的长辈们岂会忽视元妃的如此明显的暗示？元春过节送礼的规格只是一种暗示，如果他下达懿旨，那局面就无法挽回了。可是此后他却再无后续动作，连暗示也没有了。按常理判断，这应是他听取了贾母等人意见的缘故。第16回里，作者曾写到皇上的恩典，每月逢26日期，准其交房眷属入宫请候看事，及贾母等人每月可入宫觐见。元春做出暗示之后，他们见面岂有不谈此事之理？元春那里显然已经谈妥，故而他再无后续动作。不过对误以为金玉良缘有望的薛姨妈还得做些工作，这当然也只能用暗示法。在第29回里，贾母带了一帮人去清虚关打醮，他当着薛姨妈与薛宝钗的面，托张道士帮宝玉留意适合的小姐，并声明不管她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在前一回里，作者刚写了元妃端午节的赏赐唯有宝玉与宝钗规格一样，而紧接着贾母就让张道士为宝玉另找对象。薛姨妈与薛宝钗应该明白贾母的言外之意，即为宝玉择偶时，薛宝钗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在后来第50回里，贾母因说宝琴雪下折梅比画上还好，因向薛姨妈细问她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夺其意思，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薛姨妈心中故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没家了，因贾母尚未明说，自己也不好已定。明明已有金玉良缘之说，元妃通过赏赐也已做了很明显的暗示，可是贾母却撇开宝钗而打听宝琴的年庚八字，这是委婉但又很明确地否定了金玉良缘的说法。此时薛姨妈的感受如何，人们是不难想知的。薛姨妈当然听懂了贾母的这层意思，也明智地做出了反应。那是在第57回惠子娟情辞是盲玉，赐姨妈爱与味吃品里，她干脆当着林黛玉与薛宝钗这2位当事人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她，她又生的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你，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她，岂不四角俱全？薛姨妈说的是否是真心话，或是否有其他什么意图，我们不能妄测，但有一点却可肯定，即经过这次风波，黛玉将与宝玉结亲的舆论在荣国府里又重新占了上风。曹雪芹在第66回里又一次提到这个话题，这次是贾琏的仆人星儿向尤二姐、尤三姐介绍荣国府里的情况。当提及宝玉的亲事时，他说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3、2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贾母的意图可谓是和府皆知了。经过一番周折，贾母又重新